在最近，趁着我国人民空军72周年纪念日之际，我国官方制作了一篇时长6分06秒的名为《天空之上》的官方宣传视频，在11月9日由我国军方空军在线和官媒新华社对外发布。而在众多的祝福和庆贺声之中，有细心人士发现，除开我国目前常见的几款尖端战机之外，还有一款全新装备首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在视频的31到32秒钟，一款飞翼式布局、整体扁平化、低可视化涂装的飞行器一闪而过，但是眼尖的网友一下就看出来，相关特征像极了此前我国遮遮掩掩曝光一点点信息的战略轰炸机轰20。对于这一闪而过的战机，网上也有观点认为，这也同样可能是一款无人机。我军并非没有过飞翼式布局的无人机，不过这个观点在视频的2分50秒到2分55秒被直接击破。从这5秒的视频中，镜头从远及近，侧面曝光了这款神秘战机的身影。从纹路上看是明显具有驾驶舱的，也就意味着这根本就不是一款无人机，而是真真实实的一个有人战机。这意味着，除非我军还有一款全新的飞翼式布局的战机会在近期内出现，否则此次出现的神秘战机就极有可能就是我军隐而不发的轰20了。事实上，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在工业制造业、尖端科技、国防建设上都有了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在国防建设上，已经成为了外界感受最为直接的一个领域。在此前，美国传统时政杂志《国家利益》上就有美军专家刊文指出，中国的空中力量正在变得无比强大。西方曾经试图通过长期技术封锁来压制中国技术的发展，但在很多决策上的失误，最终导致了美国人为自己的骄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该篇文章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的机库快速停满了世界顶尖的各式战机，而恰恰是来自西方的打压和封锁，让中国人意识到了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在短时间内，中国人的空军战机从老旧的米格系列到自主研发的各系战机，再到世界顶尖的5代机，这其中的艰辛是很难想象的。而在东方这个古老国家的艰苦发展的时候，西方沉寂在冷战胜利的辉煌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落后，直到中国空军引擎的轰鸣声震碎了他们家的窗户，而中国崩溃论也随之崩溃了。到如今，美军甚至很难自信地说自己可以在亚太地区的空域上取得优势，甚至在靠近大陆的空域可能还会处于严重的劣势。这在21世纪最早的几年里，是美国人难以想象的。现如今的欧洲局势大有一触即发的架势。苏联解体的那一年，美国承诺北约不会东扩的誓言仅仅只维持了12个月，而后北约一步步地将俄罗斯逼到了死角。目前俄乌局势就是美国紧逼的最好例子。如今的乌克兰俨然成为了俄罗斯抵抗美国地缘挤压的最后缓冲地带。本以为这样的对抗手段就足够恶劣，日前美国再一次提出一个可能引爆局势的提议。据光明网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意图在黑海建立海军基地，选中的2国分别为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黑海建立军事基地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在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同北约签署了一份基本文件，上面清清楚楚地写道，北约不得向东部以及新成员境内移动其军事基础设施。这一约定条款也被认为是这一文件的关键部分，被认为是维持俄罗斯同北约和平的基石。然而现如今，拜登却想要破坏这一基石，突破普京最后一条防线，足以见得这一事态的严重性。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质疑，美国为何要将俄罗斯逼到这种地步？不夸张地说，对美国而言，俄罗斯拥有足以将美国轰炸几遍的核弹就是最大的罪恶，因此美国必须将俄罗斯逼到死角。在这一提议之后，美国相关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止步，而后俄罗斯国防部又公布消息称，俄军在黑海上空发现了美国的E-8C 侦察机。根据俄罗斯方面的监视信息显示，这一侦察机在黑海上空巡逻飞行长达5小时13分，并且最近时仅距俄罗斯边境35公里。在本就引爆普京怒火之际，美国还做出这样的挑衅举动，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冲突的现实可能性。从双方紧张的对抗态势来看，美俄距离意外的冲突事件或许仅仅只差了这最后的35公里。早在2020年的时候，俄罗斯军队就发布消息称，只要敌方战机在距离俄罗斯边境150公里处飞行，俄罗斯的防空导弹部队就会相应的进入1级战备状态。而如今，美军机直接将这个1级战备状态忽视，逼近俄边境35公里处。可以猜测到的是，在美军机逼近俄边境的这一过程中，俄罗斯导弹一定进行了多次的瞄准击落的动作，稍不留神，意外冲突就有可能爆发。
据最新消息，德国海军上将舍恩巴赫在日本记者会上表示，护卫舰访问日本绝不是针对特定国家，比如中国。分析认为，这是舍恩巴赫对日本媒体恶意炒作的强力反击。时隔20年，德国海军舰艇巴伐利亚号首次访问日本，为避免对地区大国造成不适，德国方面刻意在此次访问中保持低调。然而，用心险恶的日本媒体却借机大肆炒作，企图将德国彻底绑在挑衅中国的战车上，这被看成是舍恩巴赫反击日媒的起因。对于德国海军的访问，我们还需要冷静看待。基于中德两国过去的友好往来，德国在面对美国的印太战略时保持了相对克制。毕竟，德国和美英法等西方国家是传统盟友，加上德国也有自己的大国野心，在欧美各国极力的拉拢和亲自示范下，德国军舰开到亚洲并不令人意外。但在美国印太战略和自由航行极具迷惑性的理论引导下，德国的行动依然值得警惕。这也是为什么德国舰艇申请访问中国，却被中国拒绝了。据日本媒体报道，舍恩巴赫在记者会上表示，德国计划明年向印太出动1架飞机，而且正在考虑加入曾经到印太地区巡航的英法舰队。无论德国主观上怎么想，或者口头怎么说，行动上已经配合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在挑衅中国方面发挥了影响力。美英日等部分西方国家执意在挑衅中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却没搞清楚时代早就变了。一方面，中国已经不是早先那个贫弱的中国，中国的综合实力不畏惧任何外部势力的压迫；另一方面，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搞对抗不符合潮流，最终伤害的只会是自己。中国不是软柿子，美英日澳频繁在中国周边军演秀肌肉，恶意挑衅几乎持续了1整年，后果很严重。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中国在沙漠中建造了等比例的美国航母和其他舰艇轮廓的标靶。报道称，和以往不同，这些新标靶还能够模拟舰艇在海上的机动。虽然我国外交部表示对此并不了解，无论外媒报道是否属实，同样可以反映一个问题：打航母中国是专业的，来中国家门口挑事悠着点。美媒之前炒作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再结合这次所谓的沙漠航母标靶，至少释放一个信号：中国不是被吓大的。西方的挑衅只会让我国更加强大，将军舰开到中国家门口耀武扬威，不会有好果子吃。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意识强大的中国不可战胜，美国却一反常态。近日，美国国家利益事务助理沙利文日前对媒体表示，美国不再试图改变中国，而是要和中国共存。他说，美国希望构建的是更有利于美国发展的国际秩序，而不是要改变中国。报道称，沙利文承认了美国过去对华政策是错误的，虽然对于美国真的服软不抱太大希望，但依然可以正面看待沙利文的表态。拜登的激烈竞争压不倒中国，回到合作道路上来才是正道。但基于美国过去一贯的言行不一，我们还需要保持警惕，美国不能光说，还要付出行动。现如今，中国崛起势头十分强劲，一心想当世界霸主的美国使出了多种手段进行阻扰，最终作用寥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开始频繁朝着中国底线下手，类似频发表错误的涉台言论，挑动地区局势紧张等。日前，美国更是做出了一个越界的举动。据《环球时报》援引台媒报道称，美国海军一架 C-40A 行政专机于傍晚时分抵台，机上搭载有6名美国参众议员。很清楚的一点是，美国这一举动是在公然挑战一中原则，是对中国最核心利益的侵犯。另外，这6名美国议员的身份也十分特殊。据悉，其中几名议员曾经发表过错误的涉台言论，也就是说，他们在面对中国内政问题时，存在根本的立场错误。美国派遣这样的人过来，其居心可想而知。不过，美国明知这一举动会最大限度地激怒中国，还仍然选择去冒这个险。从侧面也可以说明，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之时，可以打的牌已经越来越少了。他们不得不开始冒险，去一步步试探。按照以往美国的作风来说，他们虽然平时的挑衅叫嚣姿态十分欢，但是对于触碰对手底线这件事，他们还是十分谨慎的。一直以来，美国都费尽心思在世界各地部署防空导弹，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美国本土绝对安全。从这一点就能看出美军行事之谨慎，所以频繁触及中国底线这事儿，在美军中也是十分不寻常的。但既然美国在一步步试探中方底线，那么我国就必须拿出震慑一切的强硬姿态。在美军机抵台的当天，我国国防部和东部战区就深夜发文警告，单从发布警告的时间点来看，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而随后就有细心的观察人士从东部战区的表述中看出了一些细小却足够振奋人心的信息。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称，在回应美军机这一次的挑衅举动时，我军东部战区的表述发生了变化，其中2大变化引来了外界关注。其一是将战备巡航并组织多兵种联合演练变成联合战备警训。虽然仅仅是把联合一词提前，但是其背后代表的含义却大为不同。我国军事专家宋忠平对此解释为，这表明东部战区各兵种的联合作战能力愈发成
成熟。其二是对于此次的军事行动，东部战区不再用演练一词，这也表明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已经愈发趋向实战化，实战意味相当浓厚。所以说两处用词变化微妙，却透露出重大信号。所谓的见微知著就是这个道理，相信离大家所期盼的那天一定不会太远。